大家好呀，我是花善里。这个视频呢是从近现代的德川家的评论区中得到的灵感，那就是日本的教科书中是怎么写中日两国之间的大事的。那么今天就让我来介绍一下日本中学生所学习的甲午战争。当然，日本的教科书版本那是相当的多。这次介绍的其实主要是考试交流网站上面总结的某帝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范围。没错，其实日本学生真正认真去学什么，也是要跟着考试范围的指挥棒走的。那为了保证基本的视频质量，我的文稿中也会增加一些过渡和修改部分的专有名词，但是不会修改考纲中本身的逻辑内容。并且由于甲午战争也是日本中学历史的重点，内容超多的，本视频只介绍战争开始到迁徙日为止的部分。那么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1894年7月23日，中日谈判僵持的情况下，日本率先发难进攻景福宫，逼迫高宗下台，支持大院军组建政权。当然，大院军政府放弃了亲清的立场，转向了亲日的立场。之后由大院军向日本求助驱逐清军，日本便以应朝鲜的请求为由向清国开战，以此获得了战争的合法性。日本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清军的牙山阵地，为了防止清国从海上运输增援部队，日本海军进入了东海和黄海搜索清国舰队。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近海的丰岛冲与清军的巡洋舰队遭遇，爆发了甲午战争第一次海战。清国海军的战役并不高，一艘战舰触礁沉没之后就很快投降了。然后清军向英国租借了运兵船高升号到达这一海域，被日军拦截。日军指挥官东乡平八郎劝降无果之后击沉了该舰，造成了英日两国之间的外交风波。由于日本海军成功拦截了清军的援军，陆军进攻牙山阵地的行动变得有利。清军打算分头突围，日军也分散部队进行组织，其中一支部队在行军的过程中被在城欢布防的清军发现，并且受到了攻击。日军应战，木口小平在阵前吹响冲锋号，被清军的子弹击中，成为了甲午战争中日本第一个战死的军人。当时的报纸称赞木口小平在临死之前依然在吹冲锋号，使得他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在大正时代的小学思想教科书中，他被塑造为民族英雄。但是实际上，木口小平在战场上的表现并没有真实的记录。但是当时日本政府需要一个为国家而战死在海外并且是庶民出身的典型。城欢之战以清军的撤退结束，日军占领了城欢，继续进攻南朝鲜清军主力所在的牙山。等日军到达之后，发现清军已经撤退了，虽然占领了牙山，但是并未实现消灭在朝清军的原定目标。而后日军返回龙山，在牙山之战的过程中，8月1日，日军以清军干涉朝鲜内政，将朝鲜作为属国为理由，宣称为了保障朝鲜的独立而向清国宣战。同日，清国以日本不宣而战为理由，向日本宣战。此时日本国内已经完成了动员，大量军队前往朝鲜半岛参战，最终是在汉城集结。而清军在朝鲜的大本营在平壤，两国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在日本的支持之下，亲日朝鲜政府开始实行有利于日本的近代化改革，称为甲午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为中日战争服务，包括允许日本在朝鲜修建铁路、修建电报网络等等军事支援设施。同时，日本要求朝鲜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提供后勤援助，朝鲜人民被强迫参与军事物资运输，甚至被抢夺粮食。而后朝鲜政府和民众忍无可忍，大院军政府和各地居民纷纷破坏日军的行动，或者拒绝执行日军的要求，但也只能遭到拥有近代化武器的日军反复镇压，朝鲜人的处境苦不堪言。全面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内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战斗体制，各在野党派都暂时停止了自己的诉求，在议会中完全配合执政政府的战争计划。该年提出的军事相关提案皆以全票通过。日本的媒体也全面为战争宣传，号召国民为了战胜清国做出贡献。日军在广岛设置了日清战争大本营，大本营作战计划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将战火延伸到北京的周边，迫使清廷满足日本的政治诉求。为此，日本陆军的作战计划是先将平壤的清军赶出朝鲜，另派一支军队攻占旅顺，然后从朝鲜和旅顺出发进攻奉天。等清廷从北京分兵救援奉天时，向北京进发。看到北京有危险之后，清廷应该就会投降了。而海军的作战计划则是确保朝鲜半岛西侧沿岸地带的制海权，阻止清军向朝鲜投入援军。此时清国依然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由于近代化的进程落后，清国没有进行有效的动员，而且现役的清军对这场战争的准备也不足，并且清廷内部政治对立严重，战争反而成为了清政府中攻击政敌的借口。这些问题使得清国无法有效地利用自身的战争潜力。即使如此，海上增援被截断的清军依然艰难地从陆路向平壤输送了援军。平壤城的攻防战将决定双方的战争主动权。1894年9月，日军2万人兵分4路进攻平壤，清军1万人依靠城防设施
顽强抵抗，日军损失惨重，依然无法入城，陷入了苦战。而后日军士兵原田重吉潜入了平壤城北侧的玄武门，并从内侧打开了玄武门，日军得以入城。虽然清军依然顽强抵抗，但是无法重新占领玄武门。到9月16日，最终平壤城被日军占领，清军逃往西北方向。在日军占领平壤之后的9月17日，联合舰队在黄海遭遇了清军北洋舰队，黄海海战爆发。由于日本军舰拥有速度优势，战斗中双方阵型越来越对清军不利，最终日军获胜。清军5艘军舰沉没，3艘军舰大破，而日军则是2艘军舰大破，1艘军舰轻伤。黄海海战使得日本获得了这场战争中的制海权，双方陆军和物资的补给效率被拉开了差距。如此一来，日本陆军便放心的以朝鲜为跳板，继续进攻辽东半岛。清国与朝鲜以鸭绿江为界，1894年9月26日，被日军追击的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沿岸设防，试图警告日军进入清国的领土将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到10月底，日军成功突破鸭绿江防线，开始继续追击，战场被推进到了清国境内。同月，日军的另一支部队在辽东半岛登陆，11月开始进攻旅顺口。日军虽然受到了抵抗，但是规模不大，仅1天之后战斗结束。占领旅顺口之后，日军进入旅顺城，进一步镇压旅顺城及周边地区。日军在旅顺大量无端屠杀平民，国际社会对于日军的暴行激烈谴责。旅顺口作为清国投入了巨资打造的海防堡垒，被攻占之后，清廷的战争意愿降低，向日本提出媾和。由于战局变化和国际谴责，日军大本营决定修改战争目标，不再是进一步占领奉天，并将战火延伸到北京的周边，迫使清国答应政治诉求，而是改为迅速占领威海卫和台湾，摧毁清国的战争能力，以在和谈中要求大量割地。1895年1月，日军从旅顺大连出发进攻威海卫，联合舰队则从海上加入战役，日军从海陆两面夹击清国的北洋舰队，大量军舰被击沉，最终清军守军投降。失去了北洋舰队的清国不再有继续与日本作战的能力，甲午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1895年3月，由李鸿章率领的清国代表团抵达下关与日本议和，日本则是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负责谈判。在会议期间，日本为了争取更多的利益，不顾战争规则，又下令日军占领了台湾附近的澎湖。3月24日，一名日本人认为李鸿章在中国是对日本的威胁而枪袭了他，子弹穿过李鸿章的脸部，不过未造成致命伤。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李鸿章的同情，并且之前有日军在旅顺滥杀平民的问题，日本无法再过于强硬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于是在伊藤博文探望李鸿章时承诺日本不再追加条件，就此停战。最终双方在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清国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清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清国向日本支付战争赔款白银2亿两，清国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作为通商口岸。清国在赔款支付完成之前承认日军占领威海卫。作为战胜国，这是一个对日本完全有利的条约。除了清国割让的各项权利，朝鲜成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使得日本拥有了向东北亚大陆投射影响力的跳板。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东亚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国际秩序崩溃，从此中国在东亚的外交场上不再是一个拥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同样，清国战败给日本也震惊了欧美列强，依靠洋务运动重振国际地位的大清帝国甚至无法战胜尚未崛起的新兴国家日本，这使得西方国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东方文明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事实，对于亚洲的侵略意愿变得空前积极。而日本则逐渐被视为一个拥有一定国际话语权的强国，欧美列强和日本将进一步推动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但是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破坏了俄罗斯帝国的利益，俄国在其南下政策中希望获得一个远东的不动港，目标也是辽东半岛。4月23日，俄罗斯、德国和法国3国联合向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国。日本无法与3个列强对抗，承诺如果清国支付合适的赔偿金，日本愿意放弃辽东半岛。3国干涉还辽，激起了日本国内强烈的愤怒，日本全国反俄情绪高涨。之后日军也把俄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开始了快速扩军。怎么样呢？日本中学生学习的甲午战争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说实话，对我而言都是些已经知道的事情，并且重点挑的也合理，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不知道各位观众看了有没有发现什么亮点，欢迎评论区交流补充。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